夫人，无妨，我心中有数。打一盆冷水，取10条汗金子。诺。我算不明白。再大的数目，不过也只是数目而已。耐心些，算得明白的。胡金丝怎么办？错误的问题。我算了许久，他太强了，我杀不掉他。错误的问题，怎么算都是错的。六哥，什么是正确的问题？正确的问题是，吴越怎么办？再换一盆冷水，再取10条汗金子。诺。夫人呐，如此便成吗？他这是急火攻心，去年南征落下的病根子。我自己的夫君，我知道的，他能挺过来。阿爹，太难了。没那么难吧？吴越国太大了，抓不住啊！一条船而已，只要不沉不翻，些许风浪，就当是耍子。阿爹，我不想玩了。我家的酒廊，你不是最爱玩吗？我玩不起。这是一座山，是一片海。当国者只言片语，瞬间呼吸；于无辜者而言，便是惊涛骇浪，是狂风骤雨，是倾家灭族的大灾变。七哥不成，我更不成。酒郎，你无辜吗？阿爹，阿爹，阿爹。阿爹，阿爹，不是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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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这个世道，不是他。水秋哥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你无辜吗？不是他，不是他。
京从京卫各都有咱们中顺都的地形监护，外省的刘彦辰是跟着大王出使过汴梁的，也是个妥当人。那胡清思府上呢，有什么动静吗？今夜会有谁去胡府呢？都不曾来呀。张云、赵成泰、罗胜等司不来也还罢了，沈城里那厮，也如此的装聋作哑，手鼠两端，一副小人的嘴脸，令人齿冷。谁能想得到啊？那九郎连一刻都忍不住啊，在继位的朝会上，当着宗室公卿和满朝文武的面儿，便动了刀子。莫不说是7郎君，就是先王和6郎君当国，也没见过如此飞扬激烈呀。父亲，咱们父子用这个人带了进退失据、色厉内荏的7郎君，真的做对了吗？夜了，早睡。走。九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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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郎。你说，我若此刻跟你回到岛上去，做个上门女婿，会不会被岳母大人给打出来？我母亲定会发出黄龙令，带上几百条船，再劫钱塘，把你丢了的王冠抢回来。看起来这个大王不做是不行了呢。主君留步。什么事？老主君身子不爽利，吩咐下了，不许人打扰。父亲病了。臣等参见大王，大王千秋。
众卿平身。启奏大王，家父年迈，昨夜偶感伤寒，不能起身行朔望之餐，伏请大王恕罪。胡令公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人，也会为心病所惑吗？自幼随皮夫子读史，以观历代兴替之事，直至今日方才明白，什么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。袁相公，昨日殿上之事，家父实在心有郁结，怨怼之情，或是有之，不臣之心，断然未曾有。国主亲问起居，自先武肃王开国以来，令公是第3人，此乃旷世恩典，足保子孙荣宠。大王临府探病，请问起居。开国以来，受这等恩典的一个顾和尚，一个罗秀才，便再无其他人了。如今老夫算一个。大元帅地下有知，要骂老头子，不知上下好歹了。大翁走了快20年了，便是他老人家在日，也不见令公会怕他。茶里有毒。大王前来，究竟何事？月黑风高夜，令公有胆孤身入府来见洪楚。如今令公病了，洪楚自然要亲身探视，以全国家固为老臣之意。大王本该原有这样的胆子，吴越也何敢有这样的大王？令公的病可大好了？那要看大王给老夫开的是什么药。这吴越国本就有令公一份。吴越一军13州，100万军民疆土，不是我阿翁一人打下来的，自然不该前世一性所有。若是把吴越一国当成一桩买卖营生，吸出若干谷子，
顾中武功、罗中素功、令公，自然全该有之。吴越之主，不只是我家阿翁和阿爹，中武功、中素功、令公，皆是啊。水秋氏呢？也是。是。水秋一门亦是吴越之主。老臣跋扈专权，擅杀大臣，动摇国家根本，是江山社稷岂有不测之为？何该万死，请大王治罪。我恕你的罪，不为胡氏，不为水秋氏，只为吴越。王仁恕，老臣待胡氏满门，谢大王宽宥之恩，保全之德。令公，许多不该死的人已经死了，咱们吴越不是中原，不能再有无辜之人再枉死了。大王之言，便是吴越之法。臣谢大王厚恩，臣愿为大王孝死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大王千秋。臣等愿为大王孝死，大王千秋。臣等愿为大王孝死，大王千秋。你是因何不杀他？他有罪，杀了也并不无辜。可杀之后呢？他不是一个人啊。他们那辈人提着脑袋厮杀，江南半壁偏安之举，就是他们用命换来的。杀了他，他留在军中的那些故旧杀不杀？杀了他，胡家上下满门良贱杀不杀？杀了他，朝中那些党附于他的大臣杀不杀？他们都该杀吗？
你本不是这种优柔寡断的性子。昭烈在当阳，不肯弃百姓，福济大事，必以人为本。前九郎定会杀他，可吴越国说，需礼敬他。胡敬思，我知朝真。国之主事。他是这般说的啊。殿上拔刀之时，眼见他的飞扬勇决，只道是他比忠献王六郎君还难侍奉的精明雄才之众。谁知他竟比先文穆王还要仁厚绵软的性子，这样的人如何坐得稳社稷？他不像先王。哦，你以为先王仁厚，那是因为你老子动摇不得他的王位。先王对功臣、对朝臣、对不相干之人，不可谓不仁厚。可对亲兄弟呢？两个弟弟说啥就啥，连眉头都不皱一下。那一支前世子孙也被废为庶人。如你是前世宗室，还会以为他仁厚吗？能杀人，却也能爱人，那不是先王，是老王。不肃啊！当今这位大王，像老王一般，是个清楚。臣台州长史沈莹叩见刘后。先生不必多礼，我还是昨日之我。刘后慎言，已经不是了。是，沈清良言，我记在心里。自即日起，我便称卿为虎子。臣的表字犯刘后之自讳，臣请改之，以全礼制。不必，我先改了。文德，正是文德。京师冯令公帮我改的。刘后，袁相公觐见。大王，
大元帅府判事厅从汴梁得来的旨报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天子圣公不虞。陛下圣公不虞，为大统计，请陛下颁布一制，册立太子。于兄嫂对我不好，是我自要嫁你的，和兄嫂有什么干系？最稀罕听你的言语。我从军去到俺家的钱粮，便回来去过。我等着你来。他走了。父皇，皇后、冯令公、苏相公，此非卑怯自伤之时。陛下大幸，国不可一日无主。纣王任孝，国之长嗣，请皇后与诸位丞相拟定一制，封纣王一称大统。相公们自行决定便是。让我们再待一会儿吧。公元948年正月，后汉高祖刘知远病逝，烽烟初定的山河骤然失了主心骨。高祖次子刘承佑年方18，受遗命继位，为昭示程序，安定人心，沿用先帝年号前佑。然而主少则国疑，后汉政权自此步入多事之秋。